你是否曾经滚动过手机的动态信息，感觉到胸口一阵发紧？你看到一个同事的旅行照片，另一个同事的升职，一个熟人看似完美的关系，你没有感到真正的快乐，反而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你的思绪立刻低语，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我？你感到精疲力竭，不是因为你努力工作，而是因为那场永无止境的马拉松，用别人编辑过的生活标尺来衡量你自己的进步。你认识到这种感觉吗？这种侵蚀你平静的无声不适，这种被动监视，把别人的庆祝变成了提醒你自己感知到的失败。这种感觉有一个名字，它是人类最古老的毒药——嫉妒。这种毒药，你每天都在饮用，希望别人能以某种方式感受到冲击，但它只在让你生病。它把你变成了比较的囚徒，你的内心平静成为了别人发布的内容，别人取得的成就，别人拥有的东西的人质。这不仅仅是关于想要他们所拥有的，这是关于因为他们拥有而感到自己从根本上被削弱了。这是一种不称职、怨恨和一种深深的焦虑的有毒混合物，告诉你你正在落后，你变得被动反应，你的自尊随着外部验证的算法而波动，困在一个你无法获胜的游戏中，因为规则是无形的，分数是无限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出路呢？如果有一种方法，不是用意志力压制这种嫉妒，而是像外科手术一样解剖它，直到它失去对你的所有控制力呢？如果你可以重新校准你的思维，使你对这种感染免疫呢？这就是斯多葛主义的承诺。这不是一场哲学讲座，这是为你大脑准备的战斗训练。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教给你消除嫉妒的4个斯多葛式切割。这是将你从比较的囚徒转变为专注的建筑师的旅程，一个忙于构建自己生活，没有时间观看别人比赛的人。这个解决方案就是斯多葛主义，但忘掉那个没有情感的大胡子老人的形象，把斯多葛主义想象成一种思维技术，一个在现代混乱中保持冷静的操作系统。斯多葛派是人类心理学的大师，他们明白嫉妒不是道德缺陷，这是一个计算错误，它是一个破碎的价值观系统的症状。嫉妒是把价值放在那些你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上的直接结果，别人的成功，别人的运气，别人的验证。斯多葛主义是精确的解毒剂，因为它不试图压制嫉妒，它解剖嫉妒，证明它在逻辑上与你的生活无关。艾比克泰德，一个后来成为罗马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的奴隶，用一个强有力的理念总结了这种疗法——控制的2分法。他说，所有人类痛苦的根源都来自于混淆了我们能控制的和我们不能控制的。你同事的成功，社交媒体的算法，他们对你的看法，所有这些都在你的控制之外。100%在你的控制范围内的是你的行动、你的判断和你的纪律。在你将注意力从他们的游戏中收回，并将其带回到你唯一的游戏场上时，即当下的时刻和你的刻意行动，嫉妒便会立即死亡。在我们开始这场精神外科手术之前，我们需要你的承诺。这不是一个被动的旅程。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专注的建筑师，你需要做出声明，这是你自我掌控的第一个行动。点赞以签订这份契约，并订阅频道，以免错过构建你堡垒的后续工具。现在去评论区声明，我的专注是我的，也告诉我们你从哪个城市开始这个转变。立即采取这个行动，因为这是收回你注意力的第一步。我们准备好了。第一个切割是最深的，判断的切割。这是第一个精神外科手术。斯多葛主义教我们把原始事实与我们大脑自动附加给它的判断分开。事实是，你的同事升职了。你的判断是，这意味着我是一个失败者，或者这不公平，我更应该得到。你需要明白，事实是中立的，它没有力量伤害你。伤害你的是你的判断，是你告诉自己关于这个事实的故事。嫉妒并不存在于外部事件中，它只存在于你对该事件的内部解释中。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即时的，因为你的大脑是一台创造意义的机器。
你从小就被训练去比较、去衡量，把生活看作一场竞赛。你的自然倾向不是被动的观察，而是立即判断。当你看到别人的成功时，你的生存大脑会将其解释为对你地位的威胁，作为你不够优秀的证据。对抗这一点似乎就像对抗重力一样，这很困难，因为判断给了你一种虚假的控制感，即使这是一种破坏性的控制。就像抓挠一个只会恶化的伤口，你的自我抵制这个切割。他尖叫，但这不公平，我工作更努力。也许这是真的，但是正如马可·奥勒留所说，你的任务不是判断宇宙的公正性，而是管理你自己的思绪，被动的思绪，比较的囚徒的思绪，看到别人的成功，立即将其内化为个人攻击。这是一种脆弱的、多孔的思绪，允许任何外部事件决定其内心的平静。挑战这种模式是第一个也是最困难的哲学勇气行为。你必须愿意与裸露的事实坐在一起，而不带你怨恨故事的成瘾性热度。你未经训练的思绪就像一个混乱的法庭，你同时是检察官、陪审团和被告。你看到一个证据成功的帖子，就立即判定自己不称职。你成为自己的刽子手，基于旁证处决你自己的心灵平静。被动的思绪混淆了感知与现实。如果他觉得你正在失败，他就认为这是事实。这个过程是如此之快，如此自动化，以至于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是自己痛苦的作者。嫉妒是在这种有缺陷的心理机制上形成的铁锈。让我们应用这个核心比喻，嫉妒是一种感染。别人的成功不是感染，它只是空气。你的判断是开放的伤口。当你判断这降低了我的价值时，你就是在打开你的精神皮肤，让普通的空气变成了脓毒性感染。判断的切割是清洁和关闭这个伤口的行为。你作为心灵的医生，必须看着事实，它升值了，并应用斯多葛的防腐剂。这只是一个事实，它没有说明任何关于我的事情。我的道路是我的，我的美德是我的。把你的思绪想象成一座堡垒，你是城门的守卫。一个信使到达，并说临近的将军赢得了一场大战役。缺乏经验的守卫，你的被动思绪陷入恐慌。我们迷失了，他比我们好。我们的领袖是个失败者。斯多葛的守卫，专注的建筑师，接收到这个消息，只是在他的登记簿上记下临近的将军赢得了一场战役。然后他转身回到他的岗位，即保护他自己堡垒的城墙。外部事件不被允许进入，并造成混乱。你决定什么可以进入。想象你正在一条路上开车，一辆车高速超过你。你的及时反应，你的判断可能是真是个傲慢的白痴。他以为他比所有人都好。你感到愤怒，你的心跳加快，你嫉妒他的自由或他的车。现在应用这个切割。事实，一辆车快速通过，你看不到的现实，也许他正赶往医院，因为他的女儿要生了，或者也许他真的很傲慢。问题是你不知道，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的负面判断只会毁了你自己的行程。斯多葛主义是分离是什么和我们认为是什么的手术刀。练习这种切割是一种日常锻炼。你会看到那个帖子，你会感到极度的刺痛，然后你必须停下来，呼吸，然后说，我正在看到一个事实，我选择不给它添加一个有毒的故事。你不是在压抑情感，你是在源头上解除它的武装，你是在拒绝饮用毒药。最初的情感可能会出现，但它会遇到一个有装甲的思绪，一个不再提供判断的开放伤口让它感染的思绪。嫉妒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懒惰。为别人的成功编造一个怨恨的故事，比努力专注于自己的进步要容易得多。当你判断时，你放弃了责任；当你观察和分离时，你对你的内部体验承担全部责任。你拒绝在别人的故事中扮演配角，而成为你自己故事的绝对主角。他们的成功是他们的成功，这与你成功的能力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第一个切割的结果是清晰。突然间，噪音减少了。你停止了不必要的情感能量出血。通过拒绝判断外部事件，你切断了极度的氧气供应，它开始窒息。你意识到别人的成功并不会从你这里拿走一块，
生活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世界是广阔的，有空间容纳他的成功和你的成功。你不需要熄灭他的光芒来让你的光芒闪耀。这一点的结论是你新身份的第一层，公正的观察者。你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奴隶，你是一个分析师。你可以看着别人的成功说，对他有好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你可以随后将你的注意力转回到重要的事情上。现在回到我的工作上，这是第一个伟大的胜利。你停止了自我毒害，你清洁了伤口，你没有被治愈，但在感染占据你的系统之前，你阻止了它。你获得了精神空间。想一想，你每天花了多少精力在监控、比较和怨恨上？这是认知和情感力量的小时数，浪费在一个不属于你的问题上。通过应用判断的切割，你释放了这种能量，你将其重新定向到你自己的建设上，到你自己的过程中。专注的建筑师没有时间嫉妒，因为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自己生活的蓝图上。他忙于放置下一块砖，无暇顾及邻居城堡的大小。第二个切割是所有斯多葛哲学的基石，控制的切割。这是艾比克泰德使其闻名的原则。你必须在你的思绪沙滩上划出一条清晰、残酷且不可协商的界限，在一边放上所有你无法控制的东西，别人对你的看法，别人做什么，他们提拔谁，算法、经济、天气，他们的运气。在另一边放上你100%控制的东西，你的判断，我们刚刚讨论过，你的努力，你的行动，你的反应和你的纪律。嫉妒是把你所有能量都集中在界限错误一侧的结果。内部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沉迷于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事物，我们拼命希望别人认为我们聪明、成功和优秀，我们想强迫宇宙给我们认为应得的。未经训练的思绪讨厌控制的二分法，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一种失败。接受你无法控制，结果似乎与放弃相同。嫉妒以一种扭曲的方式似乎是一种行动，感到怨恨似乎是在对不公正做些什么，但这是一种幻觉，就像对雨大喊让它停止一样。你的思绪会全力抵抗这一点，他会说，但是如果我不担心我老板的想法，我就不会被提拔。斯多葛主义不是说不要行动，他是说要把行动集中在你所控制的事情上。你无法控制你老板的决定，但你100%控制你的工作质量、你的准时、你的态度和你的准备。极度关注结果，别人的提拔。专注的建筑师关注过程，你自己工作的卓越。这种转变是困难的，因为它要求你放弃自我最深的欲望，控制外部世界的欲望。我们抵制这一点，因为只关注我们自己是可怕的。它要求完全的责任。如果你的平静取决于别人做什么，你总会有一个借口，我不开心，因为他被提拔了。你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如果你的平静只取决于你自己的行动，你就再也没有借口了。你是唯一负责的人。嫉妒是逃避这种责任的一种方式。指责别人的成功比卷起袖子完全掌控自己的领域要容易得多，无论它开始看起来多么小。让我们再次使用堡垒的比喻，比较的囚徒试图控制他城墙外的领土，他派出他的军队，他的精神能量去试图改变天气，去试图指示其他王国的行动。他的军队被屠杀，他的堡垒变得毫无防备，大门敞开。嫉妒是地平线上的烟雾，显示你的军队在一场你永远无法获胜的战斗中被击败。你试图在错误的战场上战斗，一个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外的战场。专注的建筑师，内心的公民，了解他的管辖范围。他知道他唯一的责任是保护和培育城墙内的东西。外面发生的是信息，不是威胁。他利用这些信息来加强他自己的防御，而不是发动徒劳的攻击。你邻居的成功，这是一个信息，如果相关，他可以用它来学习，或者他可以简单的将其记录为不适用。他的能量不会离开城墙。他忙于训练他的内部士兵，他的纪律，他的专注和他的正直。想想一个弓箭手，弓箭手无法控制风，他无法控制目标是否会突然移动，他无法控制弓是否会断裂。斯多葛的弓箭手执着地专注于他所控制的，他的姿势，他的呼吸，
他拉弦的方式以及他放箭的确切时刻。如果他把所有这些都做得非常出色，他会接受结果，无论结果如何。嫉妒是那个执着于锋的弓箭手，他责怪目标，他嫉妒别人的弓，他是如此专注于不可控制的事物，以至于他自己的瞄准变得糟糕。练习这种切割是一种及时的解脱。当你发现自己感到嫉妒时，问问自己，我嫉妒的对象是在我的控制范围内还是范围外？别人的提拔，范围外；他的车，范围外；他的追随者数量，范围外。那么现在在我的控制范围内的是什么？我的工作，我的学习，我的慷慨，我对这种情绪的反应。在你问这个问题的瞬间，你把力量转移回了自己身上，你把你在一场失败的战斗中的能量拉回来，并将其重新投资于你自己的堡垒。这种切割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是二元的，没有也许。你要么控制，要么不控制，不存在控制一点点。你无法控制任何人的看法，你只能控制影响他们看法的行动，但看法本身属于他们。这种清晰是解放性的，它让你停止在无用的担忧上浪费生命。嫉妒是所有担忧中最无用的，因为它是对不属于你的运气的担忧。这就像试图在别人的棋盘上下棋，而你自己的时钟正在运行，结果是外科手术般的专注。你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极简主义者，你停止背负世界的重担，只背负你自己责任的重担。嫉妒在一个只重视可控事物的环境中无法呼吸。如果你唯一的目标是在你自己的行动中做到卓越，那么别人的成功或失败就变得和他们鞋子的颜色一样相关。这是一个细节，而不是你现实的定义者。你变得冷静、从容和强大，因为你的能量不再泄露。这一点的结论是你堡垒城墙的建造。你现在是界限的守护者，你确切地知道你的力量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你可以观察世界的混乱、运气的游戏、晋升和灾难，并保持不受干扰。不是因为你冷漠，而是因为你专注。你明白，唯一能击败你的不是你邻居的成功，而是你自己在专注于属于你的事物上的失败。你处于掌控之中，你获得的力量是效率。专注的建筑师是有效率的，他不会在无法改变的事情上花费1瓦特的能量，他所有的力量都被引导到他的过程中。嫉妒是效率低下的顶峰，这是在用火箭燃料试图移动一座山。通过控制的切割，你把那些燃料放进你自己的载具里，你开始移动，快速的专注于你自己的道路，甚至不看旁边的车道。第三个切割是最微妙的，也许是最强大的，欲望的切割。嫉妒不仅仅是关于别人的成功，它是关于你对别人所拥有的东西的渴望。伟大的斯多葛导师塞涅卡说，富有的人不是拥有很多的人，而是渴望很少的人。嫉妒是欲望失调的症状，你被条件化去渴望外在的东西，验证、地位、财富、新车、完美的房子。斯多葛主义教导说，这些欲望是你所有焦虑的来源，因为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在你的控制之外，内部冲突是巨大的。我们整个社会都建立在欲望的引擎之上，广告、社交媒体、企业文化，一切都旨在让你想要更多，让你感到不完整，直到你拥有下一个闪亮的对象。说停止渴望似乎不自然，几乎不可能。你觉得，如果你停止渴望新车或晋升，你将失去你的雄心，你的动力。你害怕变成一个被动的懒人，一个只是接受平庸的人。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斯多葛主义不要求你停止行动，它要求你改变你欲望的对象。与其渴望外在的和不可控制的东西，你必须渴望内在的和可控制的东西。渴望卓越，渴望纪律，渴望智慧，渴望今天成为一个比昨天更好的人。你不能保证你会得到晋升，但你可以100%保证你会做出无可挑剔的工作。当你渴望结果晋升而不是过程，你的工作时，嫉妒就产生了。你的思绪会对抗这一点，因为外在的欲望提供了多巴胺的及时奖励，看到赞，购买物品，接受赞美，所有这些都是快乐的快速高峰。
另一方面，渴望内在的美德是一项长期而沉默的工作，你的内部纪律没有外部的掌声。欲望的切割是困难的，因为它要求你用来自我深刻而持久的验证，来交换来自外部世界的廉价而及时的验证。它要求你成为你自己批准的来源，这对一个被训练来比较的自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概念。让我们使用感染的比喻，渴望外在的东西就像有一个薄弱的免疫系统，任何病毒，你邻居的成功帖子经过你，都有很高的概率击倒你。你不断地处于脆弱状态，因为你的幸福取决于你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你总是发烧，嫉妒和焦虑的发烧，因为你的欲望总是任由世界摆布。你是一个生病的身体，等待下一次感染。欲望的切割是加强你精神免疫系统的行为，通过只渴望你控制范围内的东西，你的行动，你的美德，你就变得免疫。你邻居的成功现在就像一个病毒，试图攻击一个接种了疫苗的身体，它甚至可能接触到，但找不到可以固定的地方。你的系统是强大的、健康的，专注于保持完整。你不会因为嫉妒而生病，不是因为病毒消失了，而是因为你变得对它坚不可摧。你的内部健康不再是可协商的。为了实践这一点，斯多葛派使用了一个强大的工具，叫做负面可视化。与其花一天时间渴望你没有的而别人有的，不如花几分钟练习感恩你已经拥有的，并生动地想象失去它。想象你的生活没有健康，没有你的房子，即使它很简单，没有你爱的人。这不是悲观，这是对你感知的战略性重新校准。突然间，你所拥有的变得极其宝贵。通过练习这一点，对你同事新车的渴望枯萎了，它失去了颜色。与对你健康的深深感恩相比，汽车变成了它本来的样子，一块金属。你开始意识到你已经很富有了。塞涅卡是对的，你的财富是由你所拥有的和你所渴望的之间的距离来定义的。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致富：积累更多或渴望更少。第二个选项100%在你的控制之下，并且对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或你邻居的运气免疫。这种做法重新校准了你的价值体系。嫉妒是你过度重视不重要的事情，而低估了真正重要的事情的信号。你嫉妒地位，但忽视了你的心灵平静；你嫉妒财富，但忽视了你的时间。欲望的切割纠正了这种短视，它迫使你通过无常的镜头来看待你的生活。通过这些镜头，嫉妒显得荒谬。为了一个关于外部对象的怨恨而交换你内心的平静，你最宝贵的资产，这似乎是一种疯狂。这种切割的结果是自由。你从享乐跑步机中解放出来，那个迫使你追逐下一个欲望，却发现你在情感上处于同一位置的心理跑步机。通过只渴望美德，你走下了跑步机。每一个有纪律的步骤，每一个勇气的行为，每一个专注的时刻，都是真正的胜利。你停止在物体和结果中寻找幸福，并开始在你自己的品格中建立幸福。这是没有人能给你的东西，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没有人能从你这里拿走。这一点的结论是真正的自给自足。你成为内心的公民，你的幸福不依赖于外部验证、点赞、晋升或他人的批准。你的自尊来自于达到你自己的标准，来自于按照你自己的价值观生活。你在过程中找到快乐，而不仅仅是在结果中。你变得内部验证。你邻居的成功是无关紧要的，不是因为你恨他，而是因为他与你自己的使命无关。你变得战略性的漠不关心。你不是冷漠或麻木，你深深的关心，但只关心正确的事情。你关心你的品格、你的努力、你的贡献，你对其余的一切都漠不关心。这种战略性的漠不关心是你的盔甲。极度撞上这层盔甲并破碎，你达到了希腊人称之为心神安宁的状态，一种深刻而稳健的平静，一种不受外部事件干扰的宁静。你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堡垒。最后一个切割是把所有其他切割联系在一起的行动的切割。嫉妒是能量，它是一种强大的但具有破坏性的能量，就像洒在地上的火箭燃料，它哪里也去不了，只会燃烧地面。行动的切割是把这种有毒的能量
并将其引导到一个建设性引擎中的行为。你不用这种能量去反复思考别人的成功，而是用它作为你自己纪律行动的燃料。被动的极度转变为主动的专注。内部冲突是瘫痪，极度常常让我们瘫痪，我们感到如此不称职，如此落后，以至于开始我们自己工作的想法似乎势不可挡。有什么意义呢？思绪问道。我永远也赶不上它。自然的趋势是坐下来批评、八卦或抱怨，这些是虚假的行动，它们给人一种运动的幻觉，但它们只是极度的能量在原地打转。真正的行动，专注而沉默的工作是困难的，因为它不像抱怨那样提供及时的满足感。斯多葛主义对这有一个概念，即爱你的命运。这并不意味着被动，它意味着接受发生的一切，包括你同事的成功和你自己的嫉妒感作为原材料。就像一个雕塑家收到一块不成形的大理石，他不抱怨石头，他接受它的原样并开始工作。你的嫉妒是你的大理石块，你不抱怨它，你接受它并问，好吧，这种能量在这里，我怎样才能用它来建造一些东西？马可·奥勒留说，路上的障碍变成了路，你的嫉妒就是障碍，与其试图绕过它、忽视它或抱怨它，你不如让它成为道路本身。你感到极度的刺痛吗？很好，那是你工作的警报，那是你关掉手机、打开你的书、开始你的项目、去健身房的信号。你用这种情绪作为积极行动的触发器，你不是在对抗能量，你是在重新定向它。嫉妒成为你的燃料，想象嫉妒是一条正在淹没你房子的狂暴河流。比较的囚徒试图建造一个薄弱的障碍，判断、抱怨，并眼睁睁地看着一切被摧毁。专注的建筑师不与河流搏斗，他建造了一座水力发电站，他利用水的破坏力，并将其引导通过涡轮机，他的纪律来产生电力，他的进步，他用威胁要摧毁他的力量来照亮他自己的城市。你必须成为那个心灵的工程师，实践是简单的，但不容易。在你发现自己比较的那一刻，在你感到极度的感染的瞬间，你必须准备好一个默认行动。如果你嫉妒某人的体格，你的默认行动是做10个俯卧撑；如果你嫉妒某人的职业成功，你的默认行动是专注于你最重要的项目工作20分钟。它必须是及时的，感觉到情绪，采取行动。你正在重新训练你的大脑，你正在教导它，极度的感觉不是停止的信号，而是开始的信号。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你与极度的关系，它不再是敌人，而成为盟友。它成为一个反馈系统，一个严格的导师，准确地指出你需要把能量集中在哪里。嫉妒向你展示你所重视的，或者你认为你重视的，把它当作一张地图。如果你嫉妒那个出版了书的作家，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你自己的写作对你很重要。那么，停止监控他的成功，去写你自己的那一页。极度揭示了你的渴望，行动的切割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来满足这种渴望。这最后一个切割的结果是动力。你开始建设，你是如此专注于放置你堡垒的下一块砖，如此沉浸在建设的过程中，以至于你真的忘记了往旁边看。别人的成功不再是一种威胁，充其量变成了无关紧要的背景噪音。你没有时间嫉妒，你太忙了，你处于运动中，一个运动中的物体更难被感染，更难被阻止。你最终成为了专注的建筑师，你不再是那个观看别人生活的被动囚徒，你是在你自己舞台上的积极行动者。你明白，对嫉妒的唯一真正治愈不是心态的改变，而是行动。你不能通过思考摆脱嫉妒，你必须通过工作摆脱它。工作是解毒剂，你的过程是解毒剂。你专注于你的手艺、你的纪律、你的贡献。结论是精通。你使用了斯多葛的手术刀，你切割了判断，明白事实不是故事。你切割了控制，只专注于你的舞台。你切割了欲望，只想要内在的美德。你切割了无为，把极度的有毒能量转变为你自己进步的燃料。你没有摧毁嫉妒，你让它变得无关紧要，你让它成为你的仆人，而不是你的主人。你的内在堡垒矗立着，城墙是你的控制2分法。
城门的守卫是你的公正判断，里面的公民是你专注于美德的欲望，驱动这座城市的能量是你纪律的行动。别人的成功可能在外面发生，但你在里面是安全的、平静的和强大的。你不再玩比较的游戏，你专注于赢得你唯一真正的游戏，对抗你自己的平庸、你自己的恐惧和你自己的拖延的战斗。你获得的最终力量是和平，不是被动的和平，而是主动的赢得的和平。这是来自于知道你正在尽你所能，在你控制的范围内，成为你自己最好版本的平静。这是一个专注于自己作品的工匠的宁静，不受市场噪音的干扰。你看待别人的成功，不是带着嫉妒，而是带着战略性的漠不关心，或者甚至可能是真诚的快乐，因为他们的成功对你不再有任何力量，你的专注是你的。你已经走到了最后，你穿过了4个切割。嫉妒曾经是一种使人衰弱的感染，现在只是一个呼唤你行动的警报。你不再是比较的囚徒，你通过坚持到这里，证明了你有纪律来收回你的思绪，成为专注的建筑师。但这不是结束，这是你日常实践的开始。堡垒不会自己矗立，它需要每天的维护。你对这个新身份的承诺必须每天早上更新。你通往深刻的平静和专注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每一天都是加强你内在城墙的新机会。为了巩固今天的课程，我们有2个最后的行动。如果这个信息与你产生共鸣，如果你感觉到力量回到了你的手中，请加强这个承诺，留下你的赞并订阅，以掌握斯多葛思绪的其他工具。分享这个视频不是为了我，而是因为你认识某个也在默默饮用比较毒药的人。把这个发给那个人，成为帮助他找到解毒剂的向导。这是一种服务行为，是你自己美德实践的延伸。最后，在评论中宣布你的胜利。我希望你用一个新的力量宣言来肯定核心课程。评论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让这成为你的口头禅。而且，为了让我知道谁是今天完成了训练的真正建筑师，也请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通过这样做，你不仅表明了你的留存，而且加入了一个不再愿意让自己的平静被外部世界劫持的个体社区。今天的工作完成了，现在去建设吧。